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李云泽出掌中国金融监管，习近平的用意。5月10日，1970年出生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李云泽被任命为基于银保监会组建的金融监管总局书记，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掌门人，也是第一个70年代出生的正部级干部。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领域腐败猖獗，风险丛生。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领域的主要领导，包括监管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绝大多数是前任总理朱镕基、前任副总理王岐山、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的门生故吏，近亲繁殖问题严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目前做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有序清理金融系统的腐败官员，将自己培养的与上述几人无关的人才逐一提拔至重要岗位。由于上述几人在金融领域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像撒种子一样，培养的干部是成建制、成体系，按照年龄大小有完整的梯队的。为了避免金融领域新的领导还与上述几人有交集，习近平选择破格提拔较年轻，在其上任初期级别还较低的领导。李云泽先生，以及稍早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葛海交先生，还有后任央行行长朱鹤新先生，都是这样的例子。未来金融领域还会涌现出大量1970年左右出生、基层经验丰富。2012年底，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时级别不高，过去几年被快速提拔至不同岗位历练的领导。这样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方法，习近平在上任早期清理军队时也用过。李云泽的履历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他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籍贯都是山东，且与同为山东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四川省共事。另一位与李云泽年龄相当、背景相似的金融行业领导，且也曾与尹力共事的是目前的中央候补委员、福建副省长郭宁宁，想必不久后也会提拔至金融领域重要岗位。二，他的基层经验相当丰富。1993年本科毕业后，从中国建设银行在天津的基层储蓄所做起，一步一步至2005年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其后调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担任部门领导。2015年开始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的行长，1年后调任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最大的银行担任副行长。2018年后到地方历练，担任四川省的副省长。这样的履历符合习近平向来注重领导干部基层经验的偏好。三，年轻基层履历丰富的代价是在高层，如国有银行总行和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岗位，经验缺失，没有从上帝视角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经历，这是以李云泽为代表的新一代金融系统领导的一个短板。他们或许在基层有过锐意改革的经验和处理局部金融风险的成功经验，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新一代的金融领域领导有几重同等重要的任务，包括控制住金融风险不大面积爆发，帮助习近平清理该领域的人士，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对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浓重的金融行业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以支持实体经济。习近平在清洗军队，大量提拔年轻、基层履历丰富的将军担任重要岗位时，中国没有面临战争风险，他的人事策略总体上成功了。但是中国的金融领域不一样，由于多年来腐败、业务、人事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李云泽、朱鹤新、葛海交为代表的新一代金融系统领导，承担起上述几个任务，显然资历有些单薄。我希望这些在地球行走多年，仿佛乘宇宙飞船从地球刚刚到月球的人，能尽早适应在月球上的行走方式。本文作者刘慈荣，中国简报特约金融学者。七国集团努力在中国的经济霸凌问题上寻求团结。金融时报，日本正在设计 G7 联合反胁迫方法，以应对中国对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威胁行为。利兹·特鲁斯在尚未出台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提出了7剑客这一具体的自动互助机制，类似于经济北约。东京期待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泛联盟，类似于日本对中国稀土事件的反应。一些国家如日本
对自主追随华盛顿在地缘政治上的冒险持谨慎态度，而更喜欢多边进程。尽管如此，即使实施缓和政策，美国也不会停止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由于对经济复苏的担忧加剧，中国的信贷和新增贷款暴跌。彭博社，中国4月份的信贷和新增贷款均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加剧了对该国经济复苏的担忧。在传统上扩张缓慢的月份，总融资达到1760亿美元，远低于彭博社2万亿元人民币的预期中值，而7188亿日元的新贷款价值也低于预期。1年半后，中国对加拿大牛肉的禁令仍然有效。多伦多新报，在报告疯牛病病例1年半后，中国继续禁止从加拿大进口牛肉。疯牛病非典型病例的发现对美国贸易影响不大，加拿大的大部分贸易伙伴没有实施任何限制，但中国、韩国和菲律宾暂时停止进口，其中韩国和菲律宾取消了2个限制几个月后。然而，中国的禁令仍然存在，行业代表表示他们仍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一个类似的案例影响了爱尔兰和巴西，但中国在短期内解除了牛肉贸易限制。随着加拿大政府驱逐中国外交官赵伟，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赵伟涉嫌参与恐吓一名加拿大政客及其在香港的亲属的阴谋。有人担心中国可能会通过阻止农产品运输进行报复。外交官无法参加对中国知名活动人士的审判。路透社，法院工作人员阻止西方外交官出席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对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郭飞雄的颠覆审判。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来自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外交官被拒绝进入法院。一名书记员告诉他们，外国访客需要事先获得上级当局的批准。郭在过去的10多年里曾因涉嫌虐待中国当局而入狱，目前正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中国外长呼吁中法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南华早报，中国和法国外长在巴黎会晤期间讨论了应对全球挑战。秦刚对法国外长科隆纳表示，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扩大各层级交流。科隆纳表示，法方愿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寻找更多共同点。外长们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以及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问题。耶伦敦促7国集团帮助较贫穷国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日经亚洲，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敦促7国集团国家建立经济弹性，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等非民主国家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耶伦表示，目标不仅是增强G7国家的复原力，也是为了增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盟友的复原力。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美方限制半导体产业投资。路透社，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舒觉廷警告称，如果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行业，中国将坚决反对。该声明发布之际，美国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新的出口规则，以帮助防止其落入中国之手。据信，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中国赢得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的军备竞赛。中国警告券商不要传播敏感信息。彭博社，中国监管机构警告国内券商在分析中国金融市场时不要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根据月度监督流程，中国分析师应防止可能影响市场的假冒信息泄露和传播。最近几个月给经纪人的先前信息重申了对保护中国信息和管理分析师演讲的类似担忧。该警告是在北京打击外国咨询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国家安全威胁之际发出的。中法同意加强经济联系。路透社，中国和法国外长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同意加强经济联系，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法国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强调了中国在鼓励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尊重联合国宪章方面的作用，这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与巴黎之间爆发外交分歧之后发表的声明。建立跨国供应链的合作将是加强两国关系的关键。法国外长要求中国外长增加法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由于中国儿童数量减少，婴儿用品公司争先恐后地进行多元化经营。日本时报，中国人口的历史性下降导致婴儿和儿童产品的销量下降，促使该国的公司转向其他领域并寻求其他收入来源。由于供过于求和低出生率，去年中国婴童行业的销售额出现萎缩。健康与幸福寻求通过全球扩张和多元化来抵消今年的下滑。中国的婴儿食品和尿布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预计将出现自2012年以来的首次萎缩。到2025年，该市场预计将萎缩2%至372亿美元。归还中国的掠夺文物被借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南华早报，
在对一名美国收藏家进行刑事调查后，纽约当局已将价值350万美元的一对石雕木床归还给中国。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自1998年以来，这件重达1000磅的文物一直被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张床在展出，另一张基本上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存储区。他们是从博物馆董事会成员85岁的谢尔比·怀特 （Shelby White） 的藏品中没收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被抢劫并被偷运出中国。他们于11月2日被提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为什么美国在击落间谍气球后推迟对中国的制裁？路透社消息人士称，美国国务院推迟对中国实施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性行动，以限制对两国关系的损害。该机构推迟了拜登政府计划实施的一系列行动清单，这些行动被称为竞争性行动。与路透社交谈的内部人士表示，尽管官员们表示不赞成2月份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选择推迟宣布几项计划中的回应行动。这一决定激怒了一些官员，他们担心推动限制性措施的人与赞成采取更谨慎、克制行动的人之间存在分歧。全球企业警告中国经济复苏慢于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几家全球性公司指出，最近几周中国的复苏参差不齐，导致一些高管发出增长低于预期的警告。上周，雅诗兰黛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日股价跌幅，原因是中国面临下调销售前景的压力，而星巴克和高通也表示与中国相关的不确定性，而中国是这两家公司的主要市场。北京在12月放弃了麒麟新冠病毒政策，并在1月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国际入境者的检疫要求，结束了隔离其经济的限制。这一政策大转弯带来了希望，即中国可以像大流行之前那样帮助推动全球增长。然而，数据和咨询公司中国褐皮书的首席运营官 Shazad Qazi 表示，华尔街的许多分析师高估了中国的复苏步伐。尽管中国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令人鼓舞，但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和通货紧缩的可能性等新问题让企业更难预测未来几个月的表现。中国通货紧缩忧虑加深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仅增长 0.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中国的消费价格以2年来最慢的速度上涨，进一步加深了对该国通缩压力的担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小幅上涨 0.1%， 为2021年2月以来最低。今年3月和2月分别升至 0.7% 和 1%。与此同时，衡量出厂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下跌 3.6%， 为3年来最大跌幅，从而结束了连续第7个月的下跌。尽管存在这样的背景，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降低利率，并向经济注入现金以刺激和支持经济。意大利将与中国就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举行会谈。金融时报意大利官员将与中国就退出该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进行讨论。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参与该倡议的 G7 国家，它的参与引起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强烈谴责。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将决定意大利是否会在他的4年参与协议自动续签之前正式通知中国官员其退出该计划的意图，除非罗马正式通知北京其退出的意图。窃取可口可乐罐内另一个秘密的阴谋。彭博社据彭博社报道，一起涉及盗窃陶氏化学、阿克苏诺贝尔和 PPG 工业等油漆和涂料公司商业机密的间谍案表明，中国政府鼓励知识产权盗窃的方法是如何不可预测。该案涉及前可口可乐员工 Shannon Yu 以及一套用于该公司饮料罐的2微米厚塑料内衬的详细化学配方，联邦检察官将其描述为该公司的其他秘密配方。你参与了精心策划的窃取配方和其他信息的行动，这些信息被威海的油漆和涂料公司 NNG Technologies 所采用。任何技术转让都会使中国的州和国家拨款计划受益。观察人士表示，这些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在国外开展情报工作的幌子。涂层可以防止咸海空气和紫外线，或防止触摸屏被弄脏。饮料罐行业依赖于均匀且能够承受不同饮料及其成分的特定配方的涂层。在人们担心双酚 A 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后，涂料行业面临危机。禁令导致对衬理化学品的重新搜索，导致 Penny 双酚 A 非异涂类别，尽管事实上即使名义上不含 BPA 的消费品仍可能含有微量化学物质。理想汽车在发布最佳季度利润后6个月内涨幅最大。南华早报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理想汽车的股价在公布迄今为止最好的季度收益后飙升，净收入为 9.338 亿日元 1.346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净亏损1090万日元，利润环比增长 261%，
销量同比增长66%至52584辆。许英波表示，尽管价格战打击了中国全行业的销售，再加上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举步维艰，但在更广泛的产品选择的推动下，力得以增加其市场份额。北京中信证券分析师，像电动汽车的缓慢过渡可能导致外国汽车制造商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南华早报，根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新报告，包括大众汽车、通用汽车、宝马和丰田在内的国际汽车制造商将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因为他们未能足够快地过渡到电动汽车。到2030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可能下降3至7个百分点，而其他车企可能下降0.5至4个百分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由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支持的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将增加4到5个百分点。一系列其他研究支持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结果，包括 AlixPartners 和瑞银的预测，电气化将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的面貌。前中国上校表示，南海而非台湾更有可能引发美中冲突。日本时报，专家警告说，中美之间从南海开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前大校、现任高级研究员周波表示，随着美国和盟军军舰和飞机定期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上空执行任务，海空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由于双方对台湾问题的审查力度加大，该地区发生冲突，包括因事故或误判引起的可能性被认为降低了。4月下旬，出现了几份关于菲律宾和中国政府船只之间险些相撞的报道。周和其他专家呼吁海岸警卫队和类似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避免发生事故。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的几个军事基地。中国外长表示愿意访问日本。日本时报，据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正在考虑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日本。据说此举反映了北京对改善日韩关系的担忧，这可能导致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变得强硬。两国还在考虑恢复双边高层经济对话，该对话上一次于2019年举行。在日本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雇员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后，日本公众对中国的情绪恶化后，可能会进行此次访问。在韩国总统尹恩惠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下，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表示担忧之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最近也恶化了。人民币因复苏不平衡、政治紧张局势而蒙受损失。彭博社 Bloomberg Intelligence 首席亚洲外汇和利率策略师 Steven Chu 表示，人民币很脆弱，对美元汇率将进一步下跌。Chu 认为，该货币可能会受到美元疲软期间亚洲货币下跌的影响，以及股息外流可能导致人民币相对疲软的假日季节。同时，4月以来的中国经济数据令原本有望支撑需求的重启乐观情绪受到质疑，地缘政治风险不断积聚。中国要求国有银行从5月15日起降低存款利率上限。彭博社，中国将从下周开始限制某些银行存款的利率，因为它会继续降低贷方的融资成本，以刺激经济。该限额将特别适用于中国4大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的协议存款和活期存款，这些银行的利率最高可比基准利率高出10个基点。已通知所有其他贷方将上限限制在20个基点。此举是在去年和本月早些时候进行多轮降息之后发生的。两岸紧张局势并未阻碍台湾拥抱清洁风能。日本时报，台湾已成为欧洲以外领先的海上风电市场，目标是通过长期绿色电力合同，通过风力发电产生4055 GW 的电力。然而，该国西海岸外的风电场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位于一条已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局势焦点的水道上。保险已成为对冲此类风险的一种可能性。一些外国能源公司询问他们是否可以购买政治风险保险，以为可能的军事对抗做准备，但保费被认为过于昂贵。台湾对可再生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预计到2025年将产生约326亿欧元、326亿美元的投资，其中海上风电对其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该国正在转向更多的浮动风能技术，这种技术利用比固定底部涡轮机所能达到的更深的水域。通用汽车和大众在中国面临闲置产能风险，而电动汽车转型速度不快。路透社，绿色和平组织警告称，如果传统汽车制造商未能向电动汽车转型，那么到2030年，中国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大量生产能力将被浪费。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到2030年，如果新能源汽车占销量的40%，那么10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设施中约有1/3将闲置；如果销量达到70%，使用率将降至2/3。
这位活动人士补充说，大众汽车、VW、丰田汽车和通用汽车面临着无与伦比的风险，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公司有机会从传统汽车制造商手中夺取市场份额。随着公司工资差距达到创纪录的 89%， 中国国有企业支付更多费用。日经亚洲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有企业 SOE 员工的收入是私营部门员工的2倍。2020年城镇私营企业员工的薪酬仅同比增长 3.7% 至人民币65237元和9410美元。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年薪为人民币127758元，同比增长 7%， 是可比水平最高的记录数据，追溯到2008年。10多年来最大的薪酬差距主要归因于大流行期间的政府政策，特别是将财政支持引导至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然而，随着私营公司更快地从大流行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一差距预计将在2021年缩小。拜登暗示，如果债务问题拖延，将以虚拟方式参加 G7 峰会。日本时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讨论未能解除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他可能会参加5月19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在昨天与国会领导人的谈判失败后，拜登警告说，他可以改变他的旅行计划，但既不会推迟最终决定，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可能会实际行动或不去。由于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的复杂性，旅行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为31.4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提供燃料。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政府最早可能在6月1日用完现金。尽管有失去影响力的风险，拜登仍敦促与中国接触。彭博社，拜登政府正试图与中国接触，因为有传言称美国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彻底的敌意方面做得不够，这种情绪得到了亚洲和欧洲盟国的支持。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到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可能的对话，各个层面都提出了利用与中国会面和通话的方式，试图将中国领导人描绘成如果他拒绝通话就顽固不化。这些电话还被用来安慰全球焦虑的盟友，试图将美国描绘成在解决局势方面做得更多。然而，中国人并没有积极回应，因为他们忽视了会议和外联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近日表示，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中美关系才能改善。美国一直面临盟友和竞争对手的指控，称美国对中国过于软弱，未能解决关键问题以及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专家警告称，中国对咨询公司的打击正在吓跑投资者。南华早报，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对国际咨询公司 Capvision 的调查在黄金时段播出，表明政府已将其重点转向国家安全。虽然许多中国数据公司通过接受大笔付款以换取内幕信息在模糊领域开展业务，但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提供了关键的市场情报。然而 Capvision 被认定为敏感行业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其中一些公司还与外国政府、军队或情报机构有关系。随着北京加大保护国家安全的力度，业内其他顾问可能会发现自己成为调查目标。此举是在实施更新后的反间谍法之后实施的，该法预计将于7月生效。澳贸易部长启程访华，旨在打破贸易壁垒。南华早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 Don Farrell 已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外长王文涛，以解决一直是两国关系紧张根源的贸易限制问题。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贸易和 COVID-19 的外交争端中，中国在2020年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许多商品实施了限制。最近，中国开始放宽对澳大利亚煤炭、棉花和铜的进口限制。法瑞尔表示，他计划倡导全面恢复所有行业对中国的出口。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